大家好，我是查克。今天我又回到了这个 Me and My Father 的比赛现场。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正在进行，那么我旁边的应该是准备踢下一场比赛的小球员们。比赛正在进行，依然是16强的一个比赛，但是呢，今天的规格更加的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前面这里有一台摄像机，在这个顶上也有一台摄像机，而且这里还坐着一位现场的评述员。这个12号的小球员是本场比赛场上目前我观察到个子最小的球员，但是即使他的个子是最小的，他的这种意识，他的防守的站位，对对方传球路线的一个封堵，都是非常的有专业范儿。我看一看，他还要进行一个前场的一个逼抢。看样子他竟然是一名前锋。大家可以看到，他在根据队友的跑位来进行接应。我只能说，这些小球员他们的足球意识真的是太好了。即使是在无球的状态下，他们对对手的一个盯防都是非常的紧。哇！好，裁判说比赛继续。哇，这脚漂亮。VIP 啊，误伤了一下 VIP。哇，这一脚很有力量。大家看到啊，小禁区内的一个抢位置，18号是绕过了防守球员，然后跑到了禁区前沿来接这个球。教练正在跟他布置这个角球的战术，他也是回头看18号球员的这个跑位。好，这是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是半场比赛结束？看样子可能是半场比赛结束，因为我没有看到哪个队的球员在庆祝。下半场比赛也已经开始了，上半场我没有错过进球，半场比分0-0。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他们的国家电视台还对双方教练在中场休息布置下半场内容进行了一个拍摄。这个门将爸爸在开门球的时候，还是要指挥一下接应队员的一个跑位。当然，这一脚直接开出了底线。这个应该是橙色吧，橙色的这个小队长23号，他拿球的这个自信真的是太强了。哇，橙色队伍的这个队长23号这个小球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非常看好他在本场比赛当中可能破僵。当然，这是一场淘汰赛，所以如果最后的比赛是0-0平局的话，那么将要进行一场点球大战。作为一个普通球迷，我还是非常期待，如果本场比赛有点球。
看来红队的教练要再次进行人员的调整。来，这个教练在这次布置这次任意球。哇，我们甚至是有一个球童的，那个球踢出了界外，马上有一个球就进到了场内。这个比赛真的很专业呀，大家可以看到啊。禁区内位置的一个争抢，小球员之间有身体的一个接触，裁判过去叮嘱了一下，不能有这样的身体接触。让大家看一看21号这个小球员上来之后，对这一次定位球果然是带着任务的，再一次进行了换人，赶紧跑向自己的防守位置。哇！看，红队每一次这个爸爸成员在发门球的时候，都会指挥红队的小球员进行一个跑位。哎，有没有手球？裁判没有吹，红队还在持球进攻。这时候我们应该喊欧嘞欧嘞！大家看一看禁区内，你看双方球员这个抢位置、身体的一个接触，哇！红队再一次的角球机会，看一看啊，小禁区内，橙色的防守队员，哇！哇，这个红队17号的防守球员处理这个球非常的有经验，这是足球意识。哇，要出黄牌了！这个9号小球员故意的手球，裁判也是非常的专业。出示了黄牌之后，还要进行一下记录。这项赛事真的从各方面都是非常的专业，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儿童的比赛。哇！哇！看一看橙队的小球员多么的懊恼。OK， 比赛还要继续，赶紧落位防守。红队的教练要再一次进行换人的调整了。又是一次很严重的犯规。现在已经到了淘汰赛的阶段，赢球或者回家，所以双方的小球员还是非常的投入。全场比赛结束，看来要进行点球大战了。请原谅我的不厚道。下半场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是打点球的话，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没想到全场比赛结束之后0-0，来看一看，双方的队长好像来进行一个点球大战的一个挑边儿。哇，真的是很专业呀！好。看来是橙色队伍的队长猜中了硬币，他选择了在这个球门发点球。12号的小球员没想到还是一个队长。
哎，告诉了教练，我们要从那个球门罚点球。大家也可以看，场外下一场比赛的小球员也已经准备好要入场了。没想到上一场比赛竟然要打点球，他们也是趴到球网这边，想要看一看他们下一轮的对手的表现。点球大战也是非常的专业，每队派出3名球员，那么罚球的球员在中圈站好，第1名罚球，红队1比0。罚失了。好，红队的小球员，第2名小球员走向点球点要罚球。我们看一看这个小球员，非常的失望，不知道为什么点球的安排没有安排23号球员来罚。来看红队的点球，哇！红队2罚全中，橙队的第2名小球员来罚。这个点球他必须要罚进啊！如果这个点球被扑出去的话，那么比赛就结束了。我们来看一看，好的，保留了自己球队晋级的希望。哎，裁判居然吹了全场的比赛结束哨！哎呀，裁判犯了一个错误。裁判犯了一个错误，他以为比赛已经结束了，裁判犯了一个错误。好的，红队的第3名球员，但是只要红队的这名球员罚进点球，比赛就结束了。我们来看一看这名小球员的一个表现，罚进，比赛结束。大家看一看，即使比赛结束，哎，这是红队的教练，红队的小球员也是过去和自己的对手拥抱致意。这是本场比赛的获胜方，红队。哎，本场比赛的也不能算输家，但是他们非常的失望。小朋友们也是来安慰一下他。点球大战没有输家，橙色队伍在整个下半场一战优势的情况下，保持住了比分0比0，把比赛拖入到了点球大战当中。真的，点球没有输家。当然，本场比赛的一场失利，在他们将来漫漫的人生路当中，只是非常小的一点点波澜，根本算不上什么。比赛结束之后，国家电视台还要进行一个小的赛后采访。今天的第2场16强淘汰赛即将开始，现在赛前的仪式也已经准备就绪了。大家可以看到，在中间呢是一面摩洛哥的国旗，在这一边是本届赛事的一个标志。那么在另外一边，他们甚至有一面国际足联的公平竞赛旗帜。这样子的一个规格，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是不是非常的像职业赛事呢？大家能够想象吗？这只是一个办了3届的业余比赛，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规模，有电视的转播，有国家电视台的一个采访，专业的裁判，完整的赛制。大家看那边，甚至是有 VAR 的设备。当然 VAR 在半决赛以及决赛当中才会启用，但是这样一项业余赛事，它的办赛标准与职业比赛毫无区别。球员在进行一个赛前的热身运动，在那边是赞助商的广告牌，是当地的餐厅 Victo， 是他们的本地的职业联赛球队 SV 的胸前广告赞助商，还有一些其他的赞助商，甚至包括了国家电视台。
今天的第2场淘汰赛正式0哨开打。从我的目测感觉，穿蓝色球衣的小球员们，他们的身体好像更加的强壮；穿绿色球衣的小球员们，很多的小球员好像更加的瘦一些。不知道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身体优势会不会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呢？哇！裁判非常的严格，对于这个蓝队的犯规小球员还是进行口头的一个警告。在小球员在如此的年纪，裁判对他严格要求是有好处的。哇，你看他们在招呼对手，招呼队友。刚刚这名22号的小球员刚刚在招呼队友来接应，但是传球失误。哇，他们的这种足球意识，哇！哈哈哈哈哈哈！这个角球发失误了，踢断了脚旗杆。哎，看来裁判竟然是要求来重罚这个角球，又给了绿队一次进攻机会。哇，这个蓝队从上半场的攻势来看，是更占优势的一方。他们的小球员拿球的这种自信，传球的这种精准度，哎，是打在了侧网啊，没有进球。绿队的教练也是很着急，毕竟现在的形势对于绿队来说有些不乐观。蓝队的小球员有一点点受伤，是否需要特意进场呢？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裁判也是过去来查看一下。真的，这项比赛一点都不像是业余的比赛啊！哇，这叫射门！要不要远射？哎，救我回来，角球！哇，蓝队真的是攻势如潮，一波接着一波，给绿队的这个防守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整体来说，蓝队更加的有优势。哎，这次传球失误，看看绿队有没有机会。他们就应该抓这样子的一个对方失误，来打反击。不知道蓝队的小球员他们的体能如何？如此的高强度的比赛能不能坚持全场？或者说他们的替补球员是不是也拥有一样的能力呢？OK， 界外球，因为是打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上，蓝队的接球的这名小球员也是非常的有经验，他知道我只要把球护出去，就是一次前场的界外球。
绿队的队长这次界外球直接发失误了，也是非常非常的抱歉。哎呀，绿队这种自己的失误实在是太多了。由于上一场比赛进行了点球大战，所以本场比赛的开球时间有点晚，现在已经将近6点50，已经到了可以进食的时间了，所以现场的球迷有不少都已经回家准备吃饭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就像我刚刚说的，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吃饭的时间了，所以很多的球迷已经回家吃饭了。我的小兄弟阿卜杜拉说现在到时间了，咱们要回家吃饭。我说比赛很好看，我想看完比赛再说。而且他也跟我一样的看法，这个蓝队不是强的一点点，是太强了。他说下半场他们要进球，不然的话再拖到点球大战，我们要在球场上吃早餐了。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球场是一个灯光球场。刚刚有一个小球员跑过来跟我的小兄弟阿卜杜拉说：“你今天晚上要来看比赛吗？我们的比赛在晚上10点要开。”我说：“可以，我会来看比赛的。你们的开球时间和职业球队是一样的，晚上10点。”刚刚看到啊，蓝队的主教练是我场球迷，大家看到了吗？蓝队的教练穿的是我场的外套，怪不得蓝队这么强呢。蓝队终于是进球领先了，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大家看一看啊，他们的教练穿着阿森纳的外套，但是非常可惜，今天的比赛阿森纳没有在客场战胜利物浦。现在祈祷的这个声音已经起来了，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进食了。裁判也是赶紧过来吃一个枣子，然后喝口水。绿队在最后时刻有一次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不知道他们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呢？应该是全场比赛他们最好的一次机会了。哇！漂亮的射门，漂亮的扑救。全场比赛结束，蓝队获胜，晋级到8强当中。